这早知道在家吃火锅，我就真应该买点麻酱好了啊！大家好，我是程飞。前两天买方便面，他送了个锅，今天这个锅到了，咱已经刷干净了啊。然后咱试试这新的锅怎么样，煮2包泡面吃。不知道你们是喜欢吃泡面的人多，还是喜欢吃煮面的人多啊？然后煮面也分成先把面煮好，再用那个汤去冲泡这个调料。另一种呢是直接把调料放在锅里头一起煮。我是比较偏向于直接把调料放锅里煮的那种啊。好香啊 ！OK， 差不多了，关火。盛出灵魂汤汁儿，面煮好了，再配上点自己腌的白萝卜，酸甜脆爽啊！真棒！好久没吃泡面了啊！这泡面许久不吃，还真挺好吃哎。哇！过瘾啊！那么好的，咱们本期视频如果就这么结束的话，肯定会被人骂水视频啊！而且确实还很饿，没吃饱啊。那咱就看看冰箱里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吃的。之前买的火锅丸子还剩了点儿，可以煮点啊。用方便面汤底煮火锅丸子，你们试过吗？哇！突然发现这卖火锅丸子太黑了啊！这么一个冰坨子直接掺在里边卖给我了。这么多先煮着，不够再加。咕嘟咕嘟的都开了啊，可以吃了。哇，这丸子快冒出来了啊！咱先把火关了。这感觉像麻辣烫那感觉了啊！方便面锅底煮的麻辣烫，还别说，还挺有点感觉的啊，别有一番风味。蘸点什么酱啊？我看看，番茄酱和甜辣酱。哇，尝尝。哦，这又有番茄酱，又是甜辣酱的，我想吃炸鸡了。这千叶豆腐煮完了，胖胖的啊。大肉丸子，哇，
这里边这味儿还可以啊，好像还有香菇。不知道这丸子叫啥，下次可以再来点，多来点。先把丸子捞出来，边晾边吃。哇，这冻豆腐好韧性好足啊！等等等等。这吃了好多丸子，不太健康啊！咱再吃点青菜吧。咱洗点青菜涮着吃。OK， 这个菜洗好了，咱涮着吃啊。把这丸子吃完。喵。哦，你干嘛？一会儿给你弄好吃的啊！下去，下去，听话。一会儿给你弄好吃的啊！下去。真乖。烫点生菜和油菜，在这个方便面的汤底里一煮，自带的咸味儿，还挺好吃嘿。这光吃菜也不是个事儿啊，要不再涮点肉？这早知道在家吃火锅，我这真应该买点麻酱好了啊！唉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么一个小锅，要是再配个电视，啊，一个人吃点啥，煮点啥，也挺惬意的哈。这涮羊肉没芝麻酱，真的是差点意思哈。别人吃火锅都是先吃肉，然后涮点丸子，没吃饱再涮个面什么的。我这正好反过来了，先吃面，再吃丸子，最后吃肉。真的就是差一个电视剧啊，边看边吃，一个人在这块儿跟着锅吃，吃久了有点无聊。用方便面这汤底煮丸子，我觉得味儿还行啊，但是煮羊肉差点意思。外加上没有芝麻酱，配吃这个羊肉就差了好多，所以这羊肉就不多吃了哈，吃完这点得了。冰箱里还有一碗老板娘提前腌制的水煮鸡胸肉啊，但是老板娘今天回老家了，就没法吃了啊，这不吃就该坏了，咱就直接煮了吧。老板娘是先回去给别人当伴娘参加婚礼，
然后我过几天也跟着过去啊。这几天就我自己一个人在家，马上就要见老丈人、丈母娘了，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。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，这都结婚4个月多了，都没见过老丈人和丈母娘呢。这鸡胸肉应该差不多好了啊，咱夹起来尝尝。还是用炸鸡蘸番茄酱好吃啊。最后一点菜都直接煮里边得了，直接都盛出来了。哇，还有片羊肉卷耶！这菜也都差不多熟了，可以关火了。那么好的，咱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你的观看啊！希望我的视频能够给您带来好的胃口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！大家好，我是程飞，今天啊，咱们来天津这个时代奥城这边是一个韩式烤肉自助啊，这是我看别的 UP 主来这家店拍过视频，我也想来尝尝啊。这个参师任堂，这是刚开，这块就空了啊。哎，您好，这块是什么肉？能给补一下吗？补那稍微等一会儿好。好嘞，行，谢谢啊。它这块肉品还算比较丰盛，原味的、调味的都有，一眼就能看得比较韩式。这块缺的给上了，是羊排。蔬菜、生菜，调料就这2种，一个烤肉酱，一个是干料。这边还有点甜品和炸物小吃，兴趣不大。这什么汤啊？海带汤。那咱就准备下肉吧。它这块自助的比例很高啊，这夹子都得自取。先烤一块肥肥的五花肉。先尝尝它这个小菜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，它小菜和它的生肉放得很近，然后稍微不注意的话，可能就用夹子夹错了。要是介意这一点的话，一定要注意啊。大白菜、腌萝卜、萝卜丝儿，正常水平吧，就是还是那种咸辣味儿。这滋滋冒油的声音，哎，可千万别晚上听。它这个肉都很厚很瓷实啊，一时半会儿还受不了。先啃个生菜叶子吧。腰子还得再烤烤。大块肉吃的好过瘾啊！刚才吃了几种肉啊，感觉肉质算不上第一流吧，但是这个吃着还是没有什么科技含量的，可以挺放心的啊。
尝尝这个腰子。这上面得放肉啊。哎，好。我先把肉烤上。这腰子香味儿差了点啊，虾的品相不是太好，没拿太多啊。先拿一个尝尝，然后其他的给这块先烤着。先尝尝这个肉片儿。这个肉片儿吃着就不太行了啊。肉片吃着有那种廉价肉卷的感觉，来点烤鸡心，这韩式烤肉少了酸甜汁儿，总归是差了点意思啊。这个肉，这叫一个长啊。鱿鱼，鱿鱼还挺新鲜啊。肉肉很弹。下面看看它这个羊排，羊排很真啊。但是吧，它这本身又没有什么腌制，所以说吃的时候味道差点意思。这骨肉的部分还带一点点夹生，给它再烤会儿吧。这好像是牛排啊。它就带骨头的，都挺难啃的。烤了个芝士玉米粒尝尝。芝士很香，再加点糖，多点甜味就好了。看看这个虾，没啥毛病。OK， 吃完出来了，咱们简单总结一下啊。允许我吐槽几句啊，好久没有吃的这么不满意了。先说优点吧。首先呢，他家大部分肉还是比较真的啊，除了一个标签为雪花牛肉的那个，我吃着感觉就是瘦肉和肥肉加了食用胶拼接在一起的。其他的肉我吃着都没有什么科技含量啊。但是吧，它这些肉味道都差点意思啊。其实是可以用这个调料弥补的，但是他家调料只有2种啊，这种是导致吃久了之后味道过于单一，就越吃这味儿越感觉不好吃。你像是70、80块那种烤肉城，它起码就是一个东西上百种，比这多好多好多。然后一个是调料肯定要比这丰富啊，可以自己调配喜欢吃的味道，它这块儿就不太行。另外一个再说价格，前1个月咱去吃了一个50多块钱的韩国烤肉自助啊，虽然说那家肉相对来说肯定也是不是特别好啊，但起码它便宜，1分钱1分货，咱可以理解。咱这花的都98，说话都100块钱了，但是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，肉的味道还是没有上去，我有点挺失望的啊。我个人而言啊，对这家不太满意，毕竟这个拍摄的过程中啊，我都
介绍的都很少了，想不出怎么去夸它了啊！甚至最后无聊到用延时摄影去拍一个芝士玉米粒。这家店我感觉差点意思啊，也可能我吃的方法不太对。那么好的，咱们本期视频到这里了，感谢你的观看啊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程飞。有小伙伴跟我分享说啊，在中国铁建广场这个3层有一家韩国烤肉自助，只要50多块钱啊，这个价格真的是梦回8年前啊。那咱看看它怎么样吧，走着。原价58，优惠56，无限自助烤肉。它这里是扫码点餐啊，然后有一份限量的肉已经给端上来了。咱看看吃什么吧，一些小吃、蒸品，这是石锅拌饭的饭和料，炸鸡、调料、小菜、蔬菜，这是泡菜汤、水果。它这肉还没上齐，咱先拌个饭吃啊。这红彤彤的，看着就香啊！就是一个辣酱拌米饭，管饱就行。尝尝它这个炸鸡，我是真不喜欢这韩式的筷子啊。就是半成品的鸡米花，炸完之后一个原味，一个涂了辣酱。它这个自助里是不包含饮料的，需要单买啊。1升的冰红茶是6块，1.25升的雪碧可乐是10块，所以说这个冰红茶相对值一些啊。也可以自己从外边带饮料啊。肉上来了，准备开始烤吧。咱这也分不清什么肉是什么肉了啊。这廉价的肉，吃饱不拉肚子就是胜利。肉烤好了，咱来尝一尝吧。它这块只有这个辣酱，没有那个韩式烤肉的酸甜汁儿。它这里大多数肉都是经过预先的腌制，本身的肉味已经被掩盖的差不多了。但是考虑到价格来说，58块钱吃到这些，也是1分钱1分货，值得了啊。蘸酱稍微有点偏咸，刚才吃拌饭的时候就感觉到了，我还以为是我放多了啊。肉嘛，58块钱自助，肯定给不了什么好肉啊。这块就是一个便宜吃爽。冷面好了，哎，冷面好了。它这是冷面现做的啊，荞麦冷面，看看怎么样吧。是我喜欢的酸甜口啊。
面煮的稍微有点久，口感有点糟了。煮久了，这个面泡的过软了。它这个一次煮一大锅，难免时间上控制不好，属于正常现象。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。咱接着吃肉。它这个吸烟的装置比较低啊，把光线都挡住了，然后就是比较暗，看不清熟没熟，所以导致部分的肉有点烤焦了。所以说大家烤的时候一定多翻面，多看着点儿。这个碎碎的小块的肉应该是猪眉肉，肉里带着点淡淡的甜味儿。这个肉地方就是烤的时候，每个面都得烤一遍，不容易烤熟啊。看看怎么样？确实不好熟。这个里边还带着一些细微的夹生。吃廉价肉，咱们还是安全第一啊！再多烤一会儿吧。继续烤。这烤肉呲啦呲啦的声音，真的很美妙啊！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听着这呲啦呲啦的声音，就更睡不着了。这牛肉粒里带着硬筋还是脆骨啊？嚼起来有点费牙。它这肉科技感还是比较明显的啊，所以说来这儿咱肯定也不是吃好肉，对吧？这烤的好像是一盘鸡肉啊，鸡腿肉，这鸡肉还挺真的，肉也挺嫩的。本身这个腌制过有一个咸的底味儿和一个特别淡的黑胡椒味儿。是还不错，这也太舍不得给瘦肉了啊！我吃肉好像很少配着生菜啊，咱今天卷个生菜试试。不过它这生菜肯定没有经过精挑细选啊。这肥肉要是饿的时候第一口吃，肯定超级香哎！OK， 它这儿其实呢，东西虽然多啊，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介绍的。咱这简单总结一下啊，想吃好肉的肯定也不用来这儿了，60块钱不到的自助能给你多好的肉是吧？在这儿就是一个便宜管饱。你像58这个价格，要放在北京，估计也得16年的价格了，6年前了啊。现在反正都是说，我觉得还是挺值的啊。不介意这个肉品质的来这儿吃一顿。还是能吃过瘾，能吃爽的。他家这个冷面，我觉得也还可以啊。然后最后可以再来一份石锅拌饭，调剂一下口味儿。啊，那剩下时间我就自己慢慢吃了啊。多补充2句啊，一个是最开始上的那个限量1份的这个肉，这个肉吃着还算确实是最好的了啊。这个牛肉的肉味儿很香，然后再撒上一些这种各种腌料啊，带着这个孜然的香气。
可挺不错的。然后他家这个南瓜粥差点意思，那个南瓜的甜味儿都没有体现出来。这烤肉吃到最后，难免会从开始的文烤变成最后的武烤。不过不管怎么烤，一定要注意把肉烤熟。那么好的，咱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你的观看啊！希望我的视频能够给你带来好的胃口，咱们下期再见。